今天，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移师台南，召开第3次会议，并进行实地实景的演练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各位顾问委员的参与，也谢谢各位国人朋友一起来关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推动进度。面对天灾地变以及来自境外敌对势力的军事恫吓、灰色地带侵扰、认知操作等威胁，台湾必须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，同时打造坚实的社会防卫韧性，才能够因应大型灾害与威权主义扩张的挑战。在去年12月的第2次会议，我们进行了桌上推演，由中央部会与地方借由贴近实际的想定，验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单位面对极端情境的应对准备。今天上午，内政部和台南市政府延续上次会议的桌上推演，举行了实地演练，让各位顾问和委员实际参与验证，并提供各项精进建议。本次的演练跳脱了过去剧本式的操演，而是采取实地实景的动员演练，来验证政府与民间面临灾害的应变合作能力。演练的情境想定包括海啸来临前，预警民众进行避难疏散；关键基础设施发生不明原因爆炸；医院系统遭受骇客入侵；以及认知作战与治安扰乱。透过实地演练，我们能够检视委员会5大主轴工作的准备情形，验证民力调度应变、邻郡县市资源整合，以及社区防灾协作等量能，并且从中发现问题，持续检讨改进。另外，这次从点到线扩展到面的演练，是台湾要积极推动的模式。因此，我们邀请观摩的人员，除了各位顾问委员、中央部会和各地方政府，更扩及驻台使节和国内外媒体。这次示范演练还有一项重要目的，就是连结即将展开的2025城镇韧性演习，让中央部会和地方政府重新调整演习步调，以新的思维和策略方式推动演习，来提升地方整体韧性及应变能力，确保极端状况下社会民生都能如常运作。我要强调，无论是中央部会或是地方政府，只要我们预先准备、务实执行、反复检讨、精进作为，就能够发挥实地演练的最大价值，让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建构工作更加稳固、更为坚实。今天的实地演练能够顺利完成，我要感谢委员会的3位副召集人：萧美琴副总统、总统府潘孟安秘书长、国安会吴钊燮秘书长担任指导官。我要感谢行政团队，尤其是台南市市政府黄伟哲市长率领的团队，以及所有参与的伙伴，谢谢大家的努力和付出。现在，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是世界各国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的核心政策。不论是天然灾害、公共卫生、经济冲击，甚至是灰色地带侵扰，强化韧性都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、国家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。台湾提升全社会韧性的工作，也会积极和友盟国家合作交流。这个月初，在台湾举行了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 GCTF 研习营，是第一次以全社会韧性为主题进行讨论，来自30国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。未来台湾会持续努力，与世界民主国家共同巩固全球民主韧性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。我们会继续跟国际社会分享台湾的创新和宝贵经验，让世界各国更了解台湾的努力和决心。我也要强调，捍卫民主需要集结每一分力量，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，也不只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作，更需要每一个人的警觉和行动。希望全国全民共同努力，团结合作，提升台湾的韧性。
今天的议程将先由内政部刘世芳部长报告。第二次委员会议列管事项办理情形，国安会刘德金副秘书长会接续说明上午举行的实地演练成果报告。接下来，请各位顾问委员针对上午演练的各个项目，或是全社会防卫韧性可再加强之处，不吝提出建言。我们一起向共同的目标稳健迈进。谢谢大家。